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ABB 前夫打掉二胎，胖兵私生子生父，王一博走下坡路。一，胖兵有私生子。王俊凯弟弟的词条火了之后，有很多人开始怜爱胖兵了，说胖兵19岁的时候他妈妈怀了范丞丞，还是他劝妈妈生下来的。之后有弟弟这件事曝光以后，一直被网友说是胖兵跟洪大佬养在外面的私生子。私生子这个瓜表哥以前应该辟谣过，胖兵确实跟一些人关系很好。当时阴阳合同的事曝光以后，他跟经纪人承担了很多事，挺多人承他的情，对他弟弟多有照顾，现在也变成了他自己的人脉。再有一点就是，一直也有传言，医院的护士爆料，大概在19年左右，胖兵在南京某医院产子，这也是无稽之谈。当时所谓的爆料人，被人家南京的老板告到了法院，公开道歉过。况且，别看胖兵在18年就被软封杀了，可他从来就没有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圈，隔三差五就会被狗子拍到，怀孕的话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胖兵对这个弟弟是没话说的，当时说是他的私生子，传丑闻他也认了，因为年龄相差的大，感觉跟宠儿子也没差了，基本上要什么给什么。前段时间范丞丞被曝恋情的事，本来还有第二波的，比如说正脸照了、亲密回家过夜之类的，但后续没报，因为姐姐出马，亲自从国外飞回来，帮他善后，人情工作做得很到位，该请吃饭的请吃饭，该给钱的给钱，把狗子们弄得服服帖帖的。后续不仅没有再报，以后不得了的大瓜应该也不会有了，有这种姐姐真好。二，王传君小三上位的瓜，最近内娱生娃的还挺多的，有狗子拍到王传君和齐溪也有二胎了，夫妻俩一起去产检，还有网友调侃齐溪是在跟前夫攀比，对方刚生了二胎，齐溪也赶紧怀上了。这两对夫妻是挺有缘分的，一胎年龄差很近，二胎也差不多。而且因为齐溪跟王传君到底算不算婚内出轨，一直说不清楚，再加上宋宁峰现任老婆张婉婷时不时来撕齐溪，反正也是乱七八糟。单纯看时间线来说，怎么不算呢？王传君齐溪是因戏生情，而拍戏期间齐溪跟宋宁峰没有办离婚手续。剧组传出了风声被宋宁峰知道了，去对质的时候女方承认了，说自己找到了真爱，我们就离婚吧。宋宁峰刚开始还想着挽回，去找了王传君，希望对方退出，然后被他拒绝了，说你们反正也没有感情了，有没有我这个婚姻都走不下去，何苦呢？耗着耗着，齐溪怀孕了，这个婚就只能离了。当然了，宋宁峰转身就跟张婉婷好上了，而且也迅速怀孕了。按道理两边现在都过得挺好的，不知道张婉婷为啥一直不顺，讨厌齐溪。三，王一博走下坡路。最近有小伙伴问起王一博的新瓜，影视资源或者恋情都可以，但确实没有，恋情这一块前不久才说过，基本上都是假瓜，确实还是单身。影视资源瓜也没有，他现在事业也挺迷的，对资源要求很高，有种不顾现实的高，暂时没有板上钉钉就是他的瓜，今年能开机的饼暂时也没有。很多黑粉朝他不开机，档期空1年啥的，说他在走下坡路。其实
他如果想拍戏还是能拍的，目前他还算顶流，想拍戏参考王鹤棣，不管是偶像剧还是电影都能拍。但他现阶段的心态有点像之前的刘昊然，就是不想当流量艺人了。他早年是网红出道的，巅峰时期也是不输爱豆的，也赚了很多钱，给公司也赚了很多钱，要不然粉丝也不会吐槽乐华都是他在养了。但他现在就是不喜欢赚快钱了，接影视剧也很挑班底挑剧本，私下也是喜欢做自己的事。最近播的那个探险纪录片，播放数据一般，他自己也投资了，肯定亏了，但他还挺高兴的，私下也各种素颜，追求真实。不好说他之后是会成功转型成朱一龙，还是又一个刘昊然，要么当影帝，要么就又回流量艺人赛道歌。4. 董宇辉也要凉了。董宇辉也被扒到了卖问题月饼，他的专属直播间宇辉同行推荐的一款名为澳门葡记流心奶黄月饼，直播里宣传澳门月饼，但产地在珠海，这个跟三只羊的美城月饼很像，而且这款月饼今年9月份还在卖，但监制商今年5月就停止运营了。虽然后续企业出来辟谣，但有三只羊在前面，相信的人不多，毕竟翻车的主播太多了。但董宇辉这波并不会凉，毕竟热度更大的三只羊都没凉，他这个最多算有舆情问题，公关团队压热度可能就过去了。但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不要购买没听说过的食品品牌，情愿买一些老品牌国货。上面是有想法整顿直播间乱象的，主要某些资本敛财的有点过分了，钱都在一些人的篮子里不是啥好事情，但直接掀桌子也不太可能。就像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小杨哥事件，还挺多人希望他直接被封杀的，小杨哥本人可能会被封，但三只羊整个被封不太可能。小杨哥跟老婆最近还挺齐心协力的，小三啥的先不管了，还是一家人。指望主播能有良心，大家还是别想了，不管这个人是董宇辉还是李这奇小公羊哥。5. 黄晓明又当爸爸了。听说逼着黄晓明打掉叶珂的孩子。是的，而且是男孩。黄晓明和叶珂是不想公开恋情的，无奈女方怀孕了，又是个儿子，瞒不住了，不得不公开，这才有了昨天小明哥的官宣。至于领证，我得到的消息是没有领证，不过看叶珂闺蜜的爆料是领证了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两人领证，也会有严格的婚前协议。这就不得不把黄晓明的前妻拉出来说了。黄晓明 AB 离婚的原因是那段时间娱乐圈大整改，两人名下10几个公司，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为了不被一窝端，这才离婚的。离婚的2个核心问题，第一财产，第二孩子。内部人透露，孩子的抚养权在黄晓明那边，不过双方的婚前财产都由孩子继承。同时，黄晓明如果以后结婚，那孩子的抚养权就自动划归到 AB 那边。叶珂怀孕之后，黄晓明也犹豫要不要，那边也不止一次的要求前夫为了儿子放弃叶珂的孩子。不过，叶珂的态度坚决，必须要。黄晓明在摇摆之际，查出来叶珂肚子里面的是个男孩。这就正中黄晓明的心窝子了。早就有大师根据他的6字，丁巳辛亥甲戌，没有时辰，6字也足够了。43岁之前，2020年顺风顺水，事实也正如此，做演员，开公司，做风投，结婚生娃。但是在43岁之后，转时商火旺大运，
加重伤官见官，走丙午和乙巳两运，运势逐渐下滑。21年注销合伙人公司，22年退出创合聚力公司，同年名下影视公司注销，到24年，关联的40家公司，只有20家还在正常营业。为了摆脱运势的持续下滑，就要破印。元印中心金是非常重要的，欲破印先破金，金怕火，子属火。看到这，明白了吧？叶柯肚子里的儿子能帮黄晓明克金，所以这个儿子黄晓明是必须要的。不过为了安抚 UP 那边，黄晓明也承诺会在事业上补偿他，今后一段时间你会明眼看着 UP 的事业上升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！再见。